沉香如片完结，与正期待帮杨子。网友回答太明显了。要沉男女主的结局，最初记得是后来的《仙剑3》。我不会看的，我不需要沉香样片来一瞬间打动大家的仙侠老 DNA。在已经结束的大结局中，应远决定用自己的元神来守护这个世界。颜丹跟着走了，赚阴钱的一面旗帜一个个没收，最后只剩下男主唐周了。对于这次的圆满，大家的评价都被迷住了。某些人喜欢集体破译的非凡的爱和忏悔，并认为双重传递同样是一种联系。然而，更香的烘焙食品一开始很难被认可。总而言之，应远和燕丹过分不讨喜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有所成就。显然，封闭已经主动出现，过去的情节是否伟大是中心问题，而不是不管它是否不完整。按总体影响来看，这个节目的艺人比内容还多，杨紫诚意的展览让流量腾飞。尤其是上一届，继接连打造了2场精彩的情感秀之后，这一次沉香如片也没有错过。和迪丽热巴在90花中被称为双重艺人的统治者，她怎么可能进入聚会？你选什么书，和谁合作，是粉丝担心的，圈内人也是担心的。于在回复网友留言的时候提到了杨紫。于正发了一个小结构网，表达他的假设是为了帮助杨紫。网友回答太真实了。作为圈内有点热心的编剧，于正有时会为他签约、发布新闻和与粉丝交流。每次联系都会发现一些提示和计划。假设你得到一些关于他自己在评论区的工匠的信息，他会做到这一点。如果你得到一些关于不同艺人的信息，他同样可以发表评论。小机构发帖后，有网友询问是否可以帮杨紫，杨紫连忙表达了自己的假设。这样的和平祭品被扔了出去，2个玩家一起庆祝。网友们在回应震惊的同时，也表示要留下一个像样的内容，这才是真正的清醒。剧情变成了收藏的重点，杨紫关联了很多被炸的作品，需要善举进行非正式交流。一个体面的内容接近现实，一个节目有一个宏伟的情节。然而，如果艺人表现不佳，大家通常会比较开放。然而，假设他本质上是丑陋的，仅仅被艺人的演技拉回，影响将是微不足道的。对于杨紫来说，她曾经有过一份体面的工作，搏击长沙以9.1的成绩拿下，恰如其分。不管怎样，她进入偶像秀圈后，接连出演了3部剧，一个没有得分，2个失败，这绝对不是她演技的水平。她的演讲看起来一切都很好，如果她输了，她就输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希望他真的想创作另一部值得注意的作品。反正你是说期待看到于正配合的杨紫。02沉香木类似于废品整理，不完整，不直接祝福上帝。当你发现沉香是沉香的碎屑大结局时，小玉墨还活着，而应远和燕丹都下线了，你感觉如何？你是否感到愤愤不平，感觉自己被骗而无法得到结果？但仔细看，你可能会感觉到陈翔的收尾目标很大，布局也很大。虽然有瑕疵，但现在的瑕疵已经无法掩饰美丽。学完之后，你现在可能再也无法长时间放松了。事实上，最后6集中所有角色的故事都是完整的，并且从长远来看是相同的偏好因素爱与世界。不管是变成了应远、玄烨、桓钦还是刘未央，他们都做了相同的多重偏好题，但又因为他们的选择而被赋予了特殊的结局。刘未央放下手中的剑，冲上去求爱，最终大梦化为乌有；桓钦将剑指向心爱的人，最终一无所获。玄烨拔剑给一感者，救了情，最终所有的玉石都被烧毁了。唯有应远，他拿起手中的长剑，挡住了身后的人类。事实上，他们都是所谓的持剑人，持剑角色更要了解剑尖的路径。没有剑在手，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亲人，而拔剑给易受伤害的人，同样也注定是失礼的天道。持剑之人持剑之目的是为所爱之人保佑珍惜，而剑之要素是为天地立心，为人立存，为竞技场和平。正如应元帝所说：“三界在，你在。”
在遇见你之前，护卫三界已经变成了我的职责；遇见你之后，守三界变成了我对你的珍惜。有的人热爱竞技场，有的人喜欢留下来和死去。你保护人类，我保护你。怎么会有这么多死而复生？所有的君主都与心脉步调一致，与感情步调一致，那就是陈翔夫妇的选择。近些年来，常常有人感叹超现代的仙侠剧以仙侠傀儡的形式出现，失去了侠义的感觉。什么是仙侠？仙人净化众生，侠客有心之长，故称侠客。将沉香看成面包蟹后，更能准确感受到仙侠的魅力。仙侠剧并没有想要创造一个有效的仙人，而是力求将人类展示为神。人为什么能成为神？正因为他心中有竞技场，心中有不寻常的人类，他才会成为神。所谓神性，现在已经不再是指依靠先天的神力来保住不寻常的人类，而是在苦难和苦难之后做出最好的选择。全球范围内的所有人类都需要成为神，但是他们经常忘记什么是神。随着发音的进行，谦卑的真诚将变得慈悲。什么是慈悲？也就是说，上帝爱竞技场，所以他现在不敢再爱自己了。神性有其准确的悲剧感觉。我希望内语的神仙现在不再继续神仙，而是更加关注英雄。演员们的表演能力超强，陈相如当然是一部戏，杨紫和程毅当然是仙人的天花板。这部剧的所有泪点因素都是借助陈翔夫妇的帮助而给予的。主演100分，导演70分，编剧50分，提升推广0分。感谢这次展览让我们遇到了任何如此理想的演员。辉哥打断比赛，心中保持着一个念头，就在这里，少少风流现身。沉香已化为碎屑，沉香之情重燃，沉香随之重生。03新剧不断得到代言，肖战获得了2个巅峰位置。一些人类依靠他的狂热分子已经交了1个亿。肖战想要的信息层出不穷。新年伊始，代言接踵而至，新歌新剧层出不穷。肖战在资源上可以说是顺风顺水，并不是他在娱乐圈的名气太大。除此之外没有什么。根据几位员工目前，狂热分子的品种已经上亿，商业代言也在增加。近日，肖战传来好消息，某知名网站的消息引起了网友的关注。肖战被评为世界上最帅的男人，20位来自全球不同国家的帅气男明星获得全球民意调查的认可，走红。中国歌手兼演员肖战被评为世界最帅男人，并在其中获得冠军。他俊美的气质让人有目共睹。事实上，肖战已经连续3年参加了全球最帅男人的角逐。他的名气已经在国内外走红，在国外也很有名气，尤其是在国外做电影广告的时候，他喜欢把自己的头像放在上面。第一个，最近肖战的代言也在国外高居榜首。他代言的都是大品牌，值得信赖，信誉度很高。他制作的代言视频也颇有新意和创意，令人耳目一新，具有娱乐性。一部大片，看多了震撼。肖战在成为一个亚太品牌代言人后不久，就登上了多个海外潮流榜，包括新加坡的潮流榜第1，以及马来西亚、泰国、智利、墨西哥等国家的流行榜。据说只要肖战代言的产品走红，销量就会翻倍，热度几乎霸屏。因此，有人说，肖战不仅是当代人的偶像，就连中老年人也对他情有独钟。难怪他拥有超过1亿的粉丝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非常高的影响力。9月，肖战再次迎来，有了新剧和新代言，9月的《太阳与我》开播仪式已经是必然的事情。现在的肖战颜值高，实力强，商业潜力无限，可以说他已经达到了巅峰。你怎么看呢？04肖战称霸荧屏超话热榜冠军，用实力验证人气，内娱名列前茅。肖战1991年出生于重庆，他不仅长得帅，而且非常有情商，非常喜欢他。央视春晚上过很多次了，看看他最近在超级谈话榜上的头把交椅。
连续7个月蝉联超话榜冠军，吊打王一博和蔡徐坤是唯一的钻石3，人气值是王一博和王鹤棣的双倍的。仔细看，王鹤棣的人气随着电视剧《苍兰诀》上升最快，他和王一博同时位列前2名。不过，肖战是前3名中唯一一个不播剧的艺人，7天热度高达77.5万。这个人气值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但是在王鹤棣和王一博的背景下，肖战是他们2人的2倍，因此他被称为荧屏霸主、内娱一流、超话冠军。而他已经不止一次用实力证明了这一点。他在某社交平台拥有超过3000万粉丝，一次直播就有2900万在线观众，所以他很受欢迎。可见他的直播粉丝真的很多，很多人都说没有收到他直播的消息，真遗憾。谁都知道，自从《陈情令》中为无线一脚走红之后，肖战就已经失控了。随后斗罗大陆风靡海内外，半年内3次登上央视，还有如梦如梦9成巡演场地爆满。Ace Troopers 在各种电视上更受欢迎。暑期档请多多关照你的余生，成为芒果 TV 的热播。未播新剧《玉骨遥遥》被多人催促快点上映，所以他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。当然，还有《庆余年》里的燕子，真是举世无双，陌上之人如玉。希望他能继续出演《庆余年2》。